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4月曾在西太平洋与台湾地区的海上军事力量，以一种所谓“海上巧遇”的打擦边球的形式，进行了不公开和非正式的联合军演。台当局防务部门在回应中也默认了这次行动的存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反对美台军事联系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并正告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都是死路，注定失败。这一点不会有任何意外。路透社14号引述4名知情人士报道指，美台这次海上联演发生在上个月。一名知情人士说，多项军事资产参与此次演习，但没有具体说明有关军事资产是什么。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场演习在官方口中并不存在，而是被称为在海上不期而遇，并称美台双方都有所谓默契，一致表示演习只是偶遇的结果。报道称，美台各种形式的所谓军事交流一直保持低调，且官方往往不对外证实。美国国防部对于报道拒绝置评，但台海军在回应路透社的声明稿中说，为应对海上意外情况并尽量减少彼此干扰，台方按照美国推行的海上意外相遇准则行事，但未进一步说明。另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发言人孙立方14号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海上不确定性因素多，为避免遭遇时形成干扰，依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实施例行演练。分析认为，台湾方面的回应等于是默认了演习的存在。对于相关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回应指出，注意到有报道称美国和台湾地区的船只意外相遇，中方反对美台军事联系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停止美台军事勾连的错误行径。我们也正告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都是死路，注定失败，这一点不会有任何意外。路透社在报道中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双方派出包括护卫舰、补给和支援舰共6艘海军舰艇进行为期数天的演习，旨在演练通讯、补充燃料和补给等基本行动。考虑到目前美海军并未装备护卫舰，所以美方很可能派出的都是非作战舰艇。还有知情人士提到，尽管美海军与台湾方面意外相遇，主要涉及基本演习，但强调这类演习对于确保两军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协同作战至关重要。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楠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民进党在岛内执政8年期间，美台之间的勾连逐步深化，军事勾连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就是要让台湾方面按照美国设想的不对称战略进行打造。所以在具体动向上，双方的勾连由传统的单向军售逐步转向了一种由硬件向软件的双向结合，值得高度警惕。也就是说，它越来越多的强调了一种，就是台美之间的军事勾连要向未来一体化作战去进行相应的转变。那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那么台美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打着偶遇的幌子进行的军事演习就高度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双方可以通过演习来进行一系列的相应的配合，尤其是在通讯指挥、后勤补给方面会达到一个更好的一种磨合的一种状态。因此，我觉得在我个人看来，我们必须高度关注这样的一个演习的进程，并且要想办法予以相应的反制。今年以来，美台军事勾连持续升温，引发外界对台海局势的担忧。首先，美对台军援进一步公开化、项目化。美国拜登政府日前公布2025财政年度预算案，总额高达7.2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务院首度编列1亿美元台湾专项，用于通过外国军事融资等军援方式提升台湾所谓核阻力。其次，美军在台行动愈发明目张胆，且呈现常态化、长期化的趋势。台湾联合报年初就曾报道称，根据美国2023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和所谓的美台安全合作机制，从2024年开始，美军顾问将常驻金门、澎湖，协助训练台军特战营。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联络组进驻台湾。此外，今年汉光40号兵器推演期间，美军也再派观摩团进行指导。
观察指出，虽然曝光此次美台海上巧遇式演习的是英国媒体，但所谓知情人士基本可以确定是美方人员，而且选择在距离台湾地区领导人5月20号交接只剩不到1周的时间进行放风，时间点也耐人寻味。分析认为，虽然美方不希望赖清德借机挑动两岸的紧张关系，影响自身的战略利益，但同时也要稳住岛内以美谋独势力对美方的观感。这一次台美在某些地方的所谓的偶遇的行为，其实就是美方以这样的形式向台湾方面表达出一种所谓的力挺的信号，希望以此来安抚岛内的深绿台独分子。我们可以深刻地看到美国对台政策的两面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预计将在7月主导举行2年一度的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联合海上军事演习——环太平洋军演，而这一场合经常被部分美国政客用于搞以台制华把戏。谢南认为，美方搞这种与台湾方面偶遇式的军演，除了是以切香肠的方式不断试探一中原则的底线之外，某种程度也是在安抚台当局。因为现阶段美台若公开演习，甚至美方邀请台湾方面参与像环太军演这种级别的多边演习，其带来的后果都是美方无法预测，甚至是无法承受的。未来美国会不会公开地表示说会跟台湾进行联合的军演？而我觉得这是有待观察的，因为这种做法是一种对一个中国原则的一种悍然的一种冒犯。我觉得美方要掂量清楚，它是否能够承担相应的负面的冲击影响。在15号举行的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将包含对台军援内容的法案签署成法，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陈斌华同时正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注定失败。今天的国台办发布会台注意到，近期美台军事勾连出现消极动向。美国一些反华势力此前炒作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现在又鼓噪台湾效仿以色列。发言人明确表示，这传递的信号十分危险。陈斌华表示，事实证明，美国在哪里拱火，哪里就会遭殃。他们想把这套惯用手法复制到台湾，再度暴露出利用台湾、耗损台湾、牺牲台湾的险恶用心。美国永远奉行美国优先，旗帜随时会变气质。美国究竟是在挺台还是害台？民进党当局是在保台还是祸台？相信广大台湾同胞会有清醒认识、理智的判断。只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得到切实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台湾的发展前途才能得到切实保障。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耿鑫。耿先生，最近美台海军爆出曾在4月举行海上军演，但又称是不期而遇，您对此怎么看呢？美台之间这种所谓的机遇操演是双方军事互动的方式之一了。其他还包括比如说台湾少量的军人到美国去受训，以及美国的军人到台湾做军训指导，或者是协助采购的那些军事装备使用等等。这次的所谓海上不预期相遇行动，本来是指双方的舰艇不预期相遇的时候呢，为了缓和海上的军事紧张局势，提供安全的速度和距离，通用的通讯语言等等，应该采取的一些行动等等。但是美台的这次行动呢，明显是早有预谋了，并不是简单的不期而遇啊。只是台方呢相对的比较积极的回应，因为他觉得这对于520就任等等对他比较有利。而美方呢，很明显并不希望过度炒作这样的行动，但是美方也希望让大家知道那么一星半点儿，所以呢，就通过媒体透露消息的方式，在时隔一段时间后透露出来，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其实美国在临近台湾520就职之际，有一系列的组合动作。这本身呢，就反映了美方进退两难的一种矛盾困境。首先，美台之间一直就有军事往来，这一点大家也都心知肚明。美国政府的态度一直就是2个字：模糊。当然了，美国的这些做法更多还是从自己的实力以及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出发的。
现在啊，我们要区分：第一，美台这样接触的主导方是美国，台方再积极也是被动的角色，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主导就证明了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并不大，但确实是美国对于现在两岸关系，特别是目前两岸军事实力对比等方面的一个综合评估。第二呢，这也表明了美国在520之前希望做一点小动作，传递一点略显强硬的信号。尽管这些动作力度都不算很大，但是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一下美国的基本态度，这是我们要把握的重点。其实台海问题一直也不是一个非要造成中美冲突的问题，更何况美国现在临近大选，也不希望过度的刺激大陆方面，也不愿意过度刺激到自己内部的民意情绪，因为在美国国内现在一个中东一个俄乌就已经弄得人仰马翻鸡飞狗跳了，如果再炒作出一个台湾有事，这对于美国的大选也好，美国国内的政情都会有很大的刺激。不是火上浇油，也是雪上加霜啊！如果美方以为用这样的小动作就能改变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海两岸一家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的方向，那美国也太天真了。美国想干扰这个进程，它只会适得其反。